在2010年之前买房子的人呢是高兴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房价比较便宜，而且呢还了10多年的贷款了啊，这个身上的压力也是越来越小了啊，而且呢房子到现在已经增值了，个人的财富增加了。但是现在有些人买了房子啊，大概是在2017年到2018年买了房子，会非常后悔。他说我不该买房子的，我买错了。为什么你买房子买错了？说白了是因为呢你对这个房产知识并没有掌握，而是呢在跟风买房子。别人说房价涨了，你一听害怕了，你就跟着买。但是你在买的时候呢，你又不知道买什么类型的房子，买多大面积的，你也不知道呢哪些房子能买，哪些房子不能买。等你买到手以后，你发现缺点多于优点，这就是呢很多人后悔买房的原因。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我们在今后买房子的过程当中，有3类房子尽量不要去碰，宁愿呢我们买的房子面积小一点，总价低一点，也不要呢去碰这几种类型的房子。因为这几种类型的房子就是缺点大于优点的房子，买了以后你住起来不舒服，而且呢你还会被套牢。将来呢你想出手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市场上根本没有人接手这样的房子。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首先呢，我们来说第一种类型的房子，就是路边房，我们尽量不要买。什么意思呢？就是靠近马路的房子不要买。但是呢，这种房子呢，它其实是分很多种类型的啊，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就是靠道边的房子我们不要买，这只是其中的一种。而且呢，有些靠路边的房子是可以买的啊。哪些靠路边的房子是能买的呢？就是不是靠主干道的。假如说你家的小区后面呢只有一条小道，那么这条小道呢早高峰或晚高峰有一些车，平时没有什么车，那这样的房子是可以买的，因为它对你的生活产生不了任何影响。我们所说的靠道边的房子不要买，是说明你的南边，你靠卧室的这一个方向，这个靠着主干道，那么你平时不敢开窗，对吧？有灰尘，而且呢还有噪音，晚上大半夜甚至还车流不息，严重影响你的生活啊。这是我们说靠路边的房子不要买。还有呢，我们要理解靠路边的房子还有哪些呢？比如说靠近墓地的房子我们不要买，靠近火葬场的房子我们不要买，靠近寺庙的房子我们不要买，还有呢靠近加油站的房子我们不要买，还有呢靠近海鲜市场的房子我们不要买。那我们之前说靠近这个寺庙，靠近墓地，靠近火葬场，一是呢它会有空气的污染，二是呢心里会非常的不舒服，住起来非常的压抑。那还有呢，不要靠近加油站呢，主要是为了安全着想。不要靠近海鲜市场呢，是因为它的味道特别大，而且每天早上3、4点钟这个市场就开了，严重影响生活。虽然说生活比较便利，但是呢我们也没必要靠得这么近。这就是我们所谓理解的不要靠近路边的房子。这种房子你住起来你会发现诸多的缺点。总之它会打扰你的生活，而且你出手的时候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降价去卖才有人接手。如果你按照正常的市场价，可能你的房子长时间是没有人接手的。第二个类型我们不要买的房子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老破小。为什么之前很多人愿意买老房子呢？就是因为它有很强的金融属性，对吧？会拆迁。大概在2020年之前，很多人都愿意买老房子，甚至专门买老房子，就是因为他们知道当时呢城市化率还在大力的进行，尤其是在2017年到2018年房价涨的时候。房价涨就是因为呢去库存呢还遇到了当时大量的拆迁把城市化率呢要进行，把很多老房子呢直接给推掉了，这个呢有货币补偿的。然后呢当时大量的钱流入到这个房地产市场当中，很多人就看到了商机说呢只要我买了老房子，那过不了几年还是会拆迁，我就又成了这个拆迁户，我能大赚一笔。但是从2020年的时候，所有的老旧小区现在变成了老旧小区改造，不拆迁了。
那么想要通过拆迁发家致富这条路呢，就被堵上了。脑破小呢，就失去了金融属性。我们这里指的脑是指它的年限啊，就是98年以及98年之前建的房子。那现在没有了金融属性，你买这样的房子呢，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说它的地段非常非常好，周围的交通配套、医疗配套、教育配套，还有呢生活配套都非常齐全。那么买这样的房子去住呢，你的生活是非常方便的。那么除了这一点，你再买老房子，第一呢，住起来不舒服啊，出行可能不便；第二呢，主要是它的质量问题日渐显现啊，所以呢，这样的房子尽量就不要碰了。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小，就是说呢，你不要去买60平以下的房子。这个呢，适用于现在的这个框架房，也适用于以前的砖混房子。为什么我们不要买60平以下的房子？因为市场上60平以下的房子，很多银行是不愿意进行贷款的。我们所谓的这种60平以下呀，在大城市，因为呢它的价值比较高，银行呢还是愿意呢去给它贷款的。但是在大部分的2线城市、3线城市、4线城市，60平以下的房子基本上啊是银行不给贷款的。而且这种老房子呢，这个年限也没有多少了，银行如果能够给你贷款呢，可能只能给你贷个10年左右，那么你每个月呢还款的压力就高了。切记一点啊，就是小平方的房子它的首付是非常高的，对吧？60平方的房子不可能只卖20万，普普通通的基本上就卖到50-60万，那相当于1万一平啊，你的首付基本上都得30多万到40万，根本不亚于现在你去买一个120平方的新房的首付。还有呢，我们说这个不要呢去碰这个小产权房啊，我说过很多次，小产权房就是不被国家承认，你买了就是一个长期的租房，说拆就拆，你得不到任何的赔偿。第三类呢，我们不要碰的房子呢，就是3、4线城市郊区的房子和很多养老海景房。我说过很多次，但是你看在网上还是有很多人受骗，对吧？为什么受骗？就是贪图便宜啊，听信了别人给他画的大饼。那我们首先来说，3、4线城市郊区的房子为什么不要买？虽然说是开发商近2年新建的房子，但是你知道3、4线城市一个特点吗？它就是人口大量的流失，对吧？它房子已经失去了这个金融属性，失去了交易的价值，只有呢居住的属性。而这些3、4线开发区的房子呢，在3、4年前，也就是在2017年之前，它基本上就属于是荒地啊。这是因为2017年到2018年房价涨了，外地的开发商才来到这个地方，以极低的价格拿了地开发，对外宣传这个地方将来会怎么样的发展。但是实际上很多外地人在这里买了房子，直接被套牢。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多这个郊区的房子车位还没有建好，包括周边的配套都没有起来，你想坐个公交车都是一个奢望。那你想想你是不是被套牢了？但是当初这就是开发商给你画的大饼。那还有呢，很多海景房养老海景房。那你要知道一个事情，为什么海景房只能够红极一时而不能够经久不衰？我们说为什么有些经典的东西就是经典，因为它能够经受得起时间的考验。那这些海景房呢，纯粹属于骗老人的钱，为了割韭菜而生的。夏天的时候人满为患，你会觉得非常舒服，但是到了冬天呢，几乎是没有人的，而且几乎也没有人住。那么这个时候你买的房子基本上就被套牢了。当你想卖的时候，你发现售楼处现在卖的新房比你的卖价还要低很多，仍然还有很多外地的老年人接连不断的跳入这个火坑当中。所以呢，你会发现一个特点，就是说这些海景房都是卖给内陆的没有看见过海的老人们，本地的人根本就不买海景房。为什么？因为它的缺点多，最主要的是它是骗局啊。所以这样的房子呢，我们尽量不要去碰。好，今天的视频呢就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